来到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三国交界的珲春，不能不说的就是房川。这个区域是中国唯一能够同时看到俄罗斯和朝鲜的地方。在房川景区的龙虎阁上，能够清楚地眺望到俄罗斯和朝鲜境内的状况，甚至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边防哨所。在65米高的龙虎阁上，一眼望三国是难得的一次体验。除此之外，从珲春市区通往房川的道路上也会路过中国国土面积最窄的一段，道路的一边是俄罗斯，一边是朝鲜。在这个几百米长的区域，中国的国土面积平均宽度只有几十米，其中最窄的一段只有10米左右，这就是有名的杨管平路堤。我们站在这里就能够感受到这里的狭窄。路的左边是铁丝网，铁丝网的另一边就是俄罗斯，路的右侧是图们江，江岸的对面就是朝鲜。这条路实际上是图们江的江堤，而路过这里时，路两侧有很多的警示标语，写着请勿违规抵边，严禁非法越境。下面就跟着文涛和狒狒开始今天的旅程吧。从珲春市区前往房川，我们首先路过了中国和朝鲜的口岸圈河口岸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今天我们离开了珲春市，准备去往房川风景区去游览。房川风景区呢，在房川村那里。房川村被称为中国的东方第一村，那里是在图们江的出海的一个区域，出海地带，是位于中国、俄罗斯和朝鲜三国交界的一个区域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沿着国道往房川的方向在走。那途中我们路过了一个口岸啊，叫做圈河口岸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圈河口岸，这个口岸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一个口岸，两个国家呢是通过一座公路桥是可以互相往来的。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1级口岸，就是客货都是同时可以通行的。那圈河口岸距离朝鲜的罗津非常近，只有50多公里。我们这边是叫做圈河口岸，那对岸的朝鲜他们是叫园厅口岸。刚刚我们把车停在了路边啊，看到好多游客在这里拍照。现在的口岸呢还没有开放，里面只有就是办公人员自己的车辆，我们游客就在外面能看一看。之前呢其实是可以拿着相关的证件去朝鲜那边去玩的，去游览的。那边再往那个房川那块走，就是朝鲜的一个市叫豆满江市。然后口岸这边还有很多这个卖纪念品的商店，你看这儿有一个三国纪念品商店，后面还有一些韩朝那个特产超市都在这边。以前这边的景区是可以进去的，30块钱一个人。是吗？最近没有开放，说是。哦，现在没开呀。对，但是大门还开着呢。哦，要问一问，以前这边说是可以游览的，30块钱。哦，你看写着票价30元。没有人了。这边还留了一个电话，是不是可以上桥啊？我看啊。国门游成人30元，65岁到70岁是半票。景点是中朝119号界碑，漫步于建于1936年的国境桥。哦，他这个买这个门票就是进去，听说主要是看那个桥，可以在中朝中间那个桥上去行走，建于1936年的。但是我看所有游客在这拍拍照就走了，应该是没有开放的。因为之前那个桥其实已经属于一个中间地带了嘛，已经可以上去了，就跟那个霍尔果斯口岸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口岸呢，就是前2年可能因为疫情到现在就没有开放了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。现在还可以上桥吗？可以，上不去，现在没开。哦，现在没开放啊？就是最近这疫情3年就都没开哈。对，但是现在已经开了，口岸已经开了，往朝鲜也已经可以走货了，但是现在人还没接到通知。哦。如果说你们还想上朝鲜或者俄罗斯的话，你方便就加我个微信。哦。开我会发朋友圈，因为咱们这边上朝鲜不用拿护照，身份证就能办。哦，身份证就行哈。去1日游吗？对。是1日游吗？对，有1日游、3日游，拿都拿。好嘞，明白，那谢谢您啊。好嘞，再见。和狒狒又拍了个照，这边游客还是挺多的，一会儿来一波，一会儿来一波，这又来了好多游客。现在大家都进不去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法进去了。哎，差点上错车了。准备走去房川。
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圈河口岸了。我刚刚看到啊，在这个口岸往西边的方向有一个新的口岸在建了，特别气派，可能以后要搬到那儿去了。我们现在继续朝房川的方向走，房川距离珲春市区大概是65公里，没有高速，只有这条国道，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。我们现在距离房川只有最后的20公里了。那这个圈河口岸啊，就在距离房川20公里的公路的右手边。从这儿我们就能看见这个大桥了，这就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一个公路大桥。旁边呢就是图们江，对面是朝鲜的，他们叫元町口岸啊。我们中国这一侧是圈河口岸。我现在眼前就是中国陆地最窄的地方，只有几米。左边呢就是朝鲜，右边就是俄罗斯。我们现在距离房川风景区还有大概10公里，开车应该10几分钟就到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车开在了这个位置之后啊，我就发现我们的中国领土在这一块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窄了。那现在呢，我的右手边这边路基下面就是有铁丝网，就是国境线，是朝鲜了，而这个公路的路基下面那一侧又是俄罗斯的领土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走的这一块非常的窄，是一条仅仅几十米宽的一个走廊了。但是这里还不是到最窄的地方，最窄的应该是杨管坪路堤。那在我们即将进入房川风景区之前哈，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和大家先简单的交代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。那熟悉历史的朋友啊，应该都非常的清楚，在清朝前期，吉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，包括现在朝鲜半岛的北边，还有日本海的西海岸一大片区域，其实就是包括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大部分，以及整个的库页岛。那当时呢，吉林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，大概有100多公里，也有非常优良的港口，特别多啊。那当时的整个东北地区，黑龙江啊、吉林、辽宁这片都是属于沿海地区。而当时的俄国却非常迫切的想要拥有港口。虽然说呢，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现在的俄罗斯它的版图非常的大啊，那当时的俄国自西向东拥有非常长的这个海岸线，但是呢，俄国却没有几个像样的港口。它为数不多的港口呢，出海的这个海域很多也是受制于人的，所以当时的俄国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东北。而海参崴这个港口就成为它的目标之一，因为海参崴虽然不是一个全年不动港啊，那个冬天的海域会结冰，但是冰层却不太厚，如果使用破冰船的话，是可以保证全年通航的。那在俄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啊，当时的清政府就和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，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858年到1860年之间这段时间。那根据条约里面的规定哈，中国把这个黑龙江以北，还有乌苏里江以东、外兴安岭以南，包括库页岛在内的，差不多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沙俄。那再说回到图们江哈，图们江其实一直都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界河。当时呢，中国是可以通过图们江出海到日本海，甚至更远到太平洋那一边。但是这些条约签完之后啊，珲春、吉林乃至整个东北就失去了这一边的出海口了。这种情况哈，持续到了清朝的末年，大概是在1886年的时候。当时呢，清朝有一个大臣叫吴大成。他和当时的俄国政府呢，通过谈判啊，为中国重新就争取到了这个图们江的一个出海权呢。当时呢，中俄就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一个条约，一个协议，叫做中俄珲春东界约。那这个里面就约定了，虽然说图们江的出海口那一大片的地区并非中俄双方所共同拥有的，但从此之后呢，中国的渔船和商船从那里出海不再受到限制，这也是当时我们争取到的很大的一个进步吧。那会儿呢，就是里面就约定了，中国的船只从图们江进入日本海，无需再向当时的俄国政府去请示，而可以顺利自由的通航了。
由于有了这个出海权啊，在清末民国初的时候，珲春也是利用自己这个出海权，在当时是盛极一时。但这个情况啊，在1938年又有了新的改变。1938年的时候啊，当时的苏联和日本在这块区域有一些军事冲突。那当时的结果是苏军获胜。苏军获胜之后呢，他把自己的实际的控制区又朝着图们江的江堤推进了一些。推进完之后呢，只给当时中国居民进入这个房川留下了一个大概10米宽、特别窄的一个通道，这个就叫做杨管坪路堤。在1957年的时候啊，由于图们江的洪水泛滥，将当时那么窄的一个陆堤给完全的冲坏了，所以呢，房川地区成为我们中国的一块飞地，与这一侧已经失去了联络。那当时呢，中国这一侧想要进入房川地区的居民，必须借到苏联的领土，从旁边去绕过去。直到1983年才用青石铺了一条窄窄的陆堤，那个就叫做杨管坪陆堤。到了1992年的时候啊，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一条888米长、8米宽的一个杨管坪大堤。自此之后啊，房川这一块飞地才重新与祖国之间建立了联系。那我们往前面继续朝着房川的方向走，很快就会路过杨管坪陆堤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现在的那个地方究竟有多么的窄了。现在我们通过的这段区域就是杨管坪陆堤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画面中右手的这个铁丝网的外面就是朝鲜的领土了，而左边呢也有一排铁丝网，和公路的路基是平行的。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国界了。那留给我们呢，只有中间的公路宽这么一点了，大概10米左右。右手边铁丝网的外面就是朝鲜的领土了，下面是图们江。那这一侧是在公路的路基下。我们现在开在中国非常窄的这一点点这个领土上。杨管坪陆堤，我们现在就到了中国陆地面积最窄的地方，大概只有10米。刚才过来的就这一段距离，杨管坪陆堤。左边就是东方第一村房川，这个里面的建筑风格都是朝鲜族的。那我们现在距离一眼望三国那个景区还有3公里左右，再开4、5分钟就到了。那里也是我们中国吉林省的最东端了，再往前就不能走了。在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3国交界的珲春，最重要的景点就是房川风景区。在高达65米的龙虎阁上，可以同时眺望到中俄朝3国的土地，甚至可以看到俄罗斯和朝鲜之间架设的铁路桥。下面就跟着我们一起一眼望3国。我现在已经买好票了，现在呢，这个景区里面只能上一眼望3国那个最高那个塔那个楼，还有一些展馆目前都是不开放的。游客区里面只有那一个景点可以玩啊，门票是50块钱，还有一个7块钱的区间车，这2张是乘车券7块钱，这2张就是一眼望3国景点的票，还有一个10块钱的停车费。所以呢，2个人和车费一共收了124块钱。我们现在就开车进去吧。我狒狒停好了车，就在刚进景区大门的停车场停好车，现在坐着这个区间车去房川景区的核心位置了。其实这里距离龙虎阁只有1、2公里了。对哈，但是我们自己的车去不了，只能坐景区的。龙虎阁就1分钟的路啊。对。这就是一眼望3国啊。对。啊。未盖高楼。这有电梯不？有。好的。我们现在坐着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已经到终点了，其实就是1、2分钟的路程。那我们买这个门票哈，2个人100多块钱的门票，来到景区里，其实就只有这一个景点可以参观。这个景区也不大，这个就是叫龙虎阁，
大概有56米，刚刚司机大哥介绍了56米，里面有电梯可以直接上到顶，到上面去远眺图们江的这个出海口的风光，以及两个国家俄罗斯和朝鲜。刚才呢，司机大哥就是沿着这条路过来了，然后把车开到前面那个位置，掉头就过来了。大家看到前面的就已经是边境线了，有铁丝网是拦着我们的，游客止步不能去了。所以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，我们中国的领土啊，在这块就已经到头了，前面就出国了，不能再走了。同时呢，这也是整个吉林省辖区面积陆地的最东边。那我们现在就去这个楼上面去看看吧。风很大呀。这还是国家4A的旅游景区，对，房川。阁。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接待中心的入口，现在这个6、7、8、9好像都没开，这个都是爱国教育的展览馆。我们现在能去的就是10层是室外观景台，11和12是室内观景台哈，就这些。好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坐着电梯来到了顶楼，这一层是一个室内的观景区，就是所有的都是隔着玻璃去看的。楼下那一层是室外的观景区。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室内的观景区这儿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下面的东方第一哨，就是黄色那个建筑，那个岗楼，东方第一哨，那个哨所上面写了几个大字：祖国利益高于一切。那这一侧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，就在这里了。我们站在这儿，同样可以看到下面的铁丝网。那在岗楼后面那一块就是俄罗斯的领土了，可以看到对面也有一些相应的建筑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室内观景平台的这一侧，从这儿就可以看到中国和朝鲜的边境了。下面这条白白的已经结冰的，这个就是图们江，图们江的那一侧就是朝鲜了。那我们这个位置呢，过去之后是朝鲜的叫豆满市，是这样一个地方。然后从这儿同样可以看到那条朝俄的铁路大桥，就在图们江上面横跨着。我感觉这一层的这个视野好像没有室外的好，它毕竟隔了个玻璃，玻璃也不是很干净，所以我们下一层到那层室外的观景台再去看看吧。果然呀，这个室外的观景台视野还是要好很多的。现在在这个户外啊，我们就看到那个黄色的东方第一哨就超级的清楚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角落是俄罗斯、中国、朝鲜边境纪念，这是一个一眼望3国的地方。那分别呢，这一层还有2个角可以望2国，那边是中俄，这边是中朝，但是这个角落的视野是最好的。我们现在从这里就可以一下望到3个国家。那左边的这一片就是俄罗斯的领土，而图们江的那一侧是朝鲜的。现在我下方那条结冰的白白的河流就是图们江。图们江是从我们中国的长白山天池那里发源之后啊，一路奔腾了500多公里，到了这个位置已经即将到了它的出海口，马上要汇入日本海了。本来呢，图们江是我们国家的内河嘛，我们的航运可以直接从上游一直到日本海、太平洋乃至美国的西海岸地区。那其实呢，图们江是具有非常高的这个航运价值的，只是现在呢，一方面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出海口嘛，就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些历史原因，就导致了吉林省成为我们国家离海洋最近，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段海岸线的省份。那即使在1992年经过中俄双方的约定，我们的船只就季节性的捕捞船只可以从图们江这里去出海，但是由于前面大家能看到画面里有一座铁路大桥，是俄罗斯和朝鲜的俄朝铁路大桥，因为那座桥呢，它修得非常的低，它距离水面的这个距离大概是7米左右，最高不超过10米。那像枯水期的时候啊，水比较低的时候，那些大型船只根本就没办法过。还有就是图们江现在这个淤泥也比较的严重吧。总之呢，这个桥下面只能通过300吨吃水量300吨及以下的这个船只，大型船舶是无法过的。而且中俄当时双方约定，只能过季节性的捕捞的船只，像一些商用船是没法过的。所以即使现在我们的船只可以
在河流开化的时候啊，就是不结冰的时候去到日本海，但是由于这个桥的限制，还是对我们而言这个约束非常多的。在这个一眼望三国的绝佳的位置，我再给大家拍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如何能够看到这3个国家的。我现在站的这个就是龙虎阁，这里的角度非常好。那下面呢，白白的这一条就是图们江。首先呢，图们江的对岸就全部是属于朝鲜的领土的。本来图们江就是我们中国和朝鲜的界河嘛。那以前呢，图们江的左侧这一大片领土也是中国的。图们江从这儿到出海口还有15公里。那这么长一段哈，两个国家是相安无事的，这边是朝鲜，这边是中国。但现在不是这样子了，大家看到前面的图们江上有一个俄朝铁路大桥，这个是通铁路的。那这座桥呢是连接了俄和朝，也就决定了这一岸不单纯是中国的领土了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这个位置有一道铁丝网，那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东方第一哨，哨所的后面就是铁丝网。这个铁丝网这样子划过去之后啊，铁丝网的外围那边广阔的土地已经不再是我们的，是俄罗斯的了，而我们中国就是中间的这一片儿。就大家可以配合着地图再去看一看啊。总之呢，这个位置是可以观察到3个国家的：朝鲜、中国和俄罗斯。其实呢，我此时此刻啊，站在这个一眼望三国的景区，内心还是挺感慨的。虽然呢，这里现在已经被开发成了一个旅游的风景区了，而且往下面看风光确实无限的好，但是我们放眼望去，目之所及这些地方并不完全是我们的领土，而它曾经却是，这种感觉就让人非常的难受。现在呢，我们站的这个位置，图们江的那一侧啊，是朝鲜的叫豆满市，然后这一侧呢是俄罗斯的领土。他们这边有一个小镇叫做哈桑区，就在我手指这个位置。但正是因为这种种种的限制吧，导致呢我们现在的位置距离日本海只有15公里。这个15公里指的是图们江弯弯曲曲的这个航线，其实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，所以就有那种我们感觉海洋近在咫尺，近在眼前，但这15公里却成为无法逾越的一段距离。其实内心还是有点难受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呢，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位置是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大海的。今天天气有点阴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站到这儿，你明显感觉到空气非常的湿润，是来自于日本海的这种气流，暖湿气流已经过来了。我们从这儿再往远处去眺望啊，远处那种雾蒙蒙的那个地方，其实就是海面、海洋的所在之地了。我们从这儿已经可以看到它是如此的近，但就是这直线不到10公里，就是这些距离，让我们的中国东北、黑龙江和吉林从一个沿海城市失去了海洋的这个海岸线，变成了内陆地区了。我眼前的这个应该是朝鲜的一个建筑。这边呢，上面是朝鲜的一个口岸，下边呢应该是一个边防的建筑，反正这边区域都在朝鲜那边的。跨过这个朝鲜和俄罗斯的桥之后呢，就到了俄罗斯，这边也是有俄罗斯的一些口岸的。龙虎阁的1楼啊，有一张图们江的一个地图，我觉得这个地图特别清楚，刚刚我说的那些地图上都有体现。可以看一下呢，这个蓝色的就是图们江，一直这样子流到了海洋里，这一片就是日本海，这是图们江的一个入海口。那曾经呢，图们江是我们中国的内河嘛，从长白山天池发源之后啊，是流经了那个合龙，还有龙井，然后是图们，还有珲春这儿，从这儿最终是流出了国境。以前呢，图们江的这一边是朝鲜，这边全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的示例啊，中国只是绿色区域，而俄国是这个蓝色的区域，也就是我们中国其实就是这么一点点，就这一点儿，这一片都已经是俄罗斯的了。那下面依然没有变化，是朝鲜的。我们刚才就在这个9号这儿站着，这就是龙虎阁，大家可以看，其实已经到了
我们的这个绿色区域的最边缘了。再往前马上就出去了，再往前就是10号。10号呢是一个土字碑，是当年的清政府和俄国政府之间约定的2个国家的一个界碑。那之前的这个土字碑啊，我们游客是可以去看的，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，那一片是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区吧，把它整个的弄起来了。以后大家可能还是有机会能看到，但这次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们最远就是到达9号的这个龙虎阁这里就结束了。虽然我们这次没有看到这个土字碑，但是它这儿有很多的照片可以看。这就是土字碑。我最早的时候看别人拍的照片，这个还没有被玻璃罩起来，那现在已经罩起来了。可以看到后面啊，这个 T 字形的 T 字形就是俄罗斯那边的国境线，他们边境线就是用这种 T 字形的，再加上铁丝网拉起来的一道。同时呢，这个地图上还列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建筑，比如说这个15号啊，蓝色区域是俄罗斯嘛，15号这里就是那个哈桑镇，然后这有一张图画了俄罗斯的哈桑火车站，就在15号那个地方。那哈桑火车站就是那个俄朝的铁路大桥连接的，另一头就是朝鲜的那个叫豆满江火车站，就这里。哦，我们现在只能看图片了，本来是可以过去的。哎，这还有一张这个俄朝铁路大桥的照片，你看，这是2个国家的铁路桥。